嗨，大家好，我是安然若风。今天的钩针教程，我们来钩这款超可爱的吊带小上衣。这件上衣呢，我用的是这种毛线，这个毛线呢是我从二手店淘到的。你看他们现在在室内就是很普通的纯白色毛线，但是在晴天的阳光下，它们就会变成不同的颜色。这卷呢会变成紫色，这个呢会变成很鲜艳的黄色，这个呢会变成淡淡的，基本像是白色的淡黄色。那我把这3个颜色组合在一起，我现在已经用它们钩了一些这种祖母方格了。那现在看就是纯白色的，但是在晴天的阳光下呢，这个花蕊、花瓣还有外框就会变成不同的颜色。我觉得这样的衣服穿出去会很有趣。那今天这个教程呢，我就是讲这个上衣的针法。如果你也能找到这种毛线，那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不能的话，其实我觉得就钩这样子单色的花纹也很好看。或者呢，你也可以用彩色的毛线直接给它钩成彩色的花，然后把不同的颜色搭配起来，也会非常好看。那这个毛线呢，它是100%纯棉的，然后是 weight 3，大概就是相当于6股8股这个样子。那因为这种白色的毛线在镜头里头不容易看清细节，然后像这种祖母方格呢又细节比较多，所以祖母方格的部分呢，我就拿这个灰色的毛线来钩，然后钩完这个祖母方格，我再换白色的毛线来讲衣服上那些比较基础的部分。然后这个祖母方格呢，我还想说一下，就是这其实是钩针里头非常有用的一个元素，就像是砖头一样，你就用砖头盖不同的建筑。那个祖母方格呢，你可以用它拼成不同的东西，不管是毛衣啦、开衫啦、毯子啦、包啦都可以。而且祖母方格呢有无数种不同的钩法，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教程，真的非常推荐你们去研究一下。那就废话少说，开始我们先来这个祖母方格的教程。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大概相当于6股8股的毛线，然后还需要钩针，我用的这支是4毫米的。然后缝毛线的针，然后另外新手呢建议准备1到2个别针，我们用来标记每行的第一针。这个祖母方格呢，我们起头呢要用到环形起针法。我知道很多人，尤其是初学者，觉得环形起针很难，所以我这儿会讲得很慢。那我们首先右手捏起线头，左手我们给它这样子分开，把毛线在无名指和小指中间夹住，然后呢从食指和中指后面绕过来。然后再在食指和中指后面绕一下，绕的时候注意后面要平行，不要交叉。然后我们用无名指和大拇指捏住线头，拿起钩针，我们把手指翻过来，钩针从前面这条毛线下边穿过去，把后面这条毛线勾过来。勾过来之后呢，我们给它这样子转一下，然后呢再去勾无名指和中指之间这节毛线。那这节毛线呢，跟钩针上其实是同一根，只不过中间被另外一条线压了一下。那我钩针勾住它，然后穿过我们钩针上这个环儿，然后呢，我们右手来捏住这个像小脖子一样的地方，左手放开，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环形起针。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先钩一个辫子针，辫子针就是钩针勾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儿，这就是一个辫子针。然后要在这个环形起针里头钩12个中长针。中长针钩法是钩针勾住毛线，然后从环里穿过去，穿过去的同时把这个线头给它并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把线勾回来，钩针上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我们就勾出了一个中长针。新手呢，我们可以把这一针标记一下，以免你把这一针跟前面这个辫子针搞混。那我拿别针把这个中长针为这2条线标记一下。然后呢，我们沿着这个环再钩11个中长针，那还是一样，钩针绕线，然后从这个环里穿过去，把这个线头给它并在一起，然后把线勾回来。钩针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这是第2个中长针。钩针绕线还是同样，从环里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全部3个环。就这样，我们总共要钩12个中长针。12个中长针勾完，那你可以数一下，钩针上这个环不算一针，钩针下来 V 这2条线组成一像 V 字一样的形状，这是我们的第一针。1、2、3、4、5、6、7、8、9、10、11、12，第12针正好是我们标记过的这个第一针。那没有问题，现在我就可以拉动线头，把它拉紧。
这样子把它拉紧。然后呢，我要跟第一针，就是标记的这一针，用引拔针勾在一起。那我先把标记取掉，然后呢，钩针从标记过的这针位置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同时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看，我们第一行就勾完了，形成了一个圆。那现在呢，我们来勾第二行。第二行开头呢，先勾2个辫子针，辫子针还是钩针勾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钩针勾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2个辫子针。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拽一下，拽一下，你可以看到前头这儿有一个很小的洞，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呢，勾一个2个长针在一起的针。方法呢是这样子的：钩针绕线，我们从这个洞里头，前面这个洞里把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钩针上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然后呢，我们钩针第2次绕线，还是同样这个地方，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那钩针现在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我们等于勾出了一个花瓣。那我们还是把刚勾出来的这一针给它标记一下，一会儿回来就知道它在哪儿了。然后呢，我们勾2个辫子针，辫子针还是钩针勾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勾2个。然后到下一针，下一个 V 字下面，我们要勾一个3个长针在一起的。那我们看钩针先第一次绕线，从下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勾回来。钩针上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钩针再绕次线，这是第2次绕线。同样的位置，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钩针上有4个环，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钩针上还有3个环。第3次绕线，然后从同样的一针位置再穿过去，再把线勾回来，再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那钩针上有4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4个环，这就是一个花瓣。那接下来我们要勾的全部都跟这个花瓣一样，我们要先勾2个辫子针，然后在下一针再勾一个这样的花瓣。花瓣的勾法呢，是我们钩针第1次绕线，从下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然后第2次绕线，再从这一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再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然后第3次绕线还是同样的位置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再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那现在钩针有4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4个环，然后又重复，我们勾2个辫子针，然后到下一针的位置，我们还是勾这个花瓣，就是钩针第1次绕线，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这是钩针上有2个环。第2次绕线，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那钩针上有3个环。第3次绕线，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钩针上有4个环，那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全部4个环。就这样，我们2个辫子针1个花瓣，把这一行勾完。最后一个花瓣勾完，你数一下，这一行你应该有12个花瓣，1、2、3、4、5、6、7、8、9、10、11、12，没有问题了。那我们还是要勾2个辫子针，然后呢，要跟我们标记过的第1个花瓣这一针用引拔针勾在一起。引拔针还是一样，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穿过钩针上之前的这个环。那我们第2行也勾完了，现在呢，我们来勾第3行。第3行开头呢，我们需要先勾一个引拔针，把它挪到我们前面这个洞里来。那钩针从这个洞里穿过去，勾住线回来，然后再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然后呢，我们要先勾2个辫子针，然后再在这个洞里呢勾2个长针。长针勾法呢是钩针绕线，从这个洞里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这就是一个长针。然后这个洞里呢，我们还要再勾一个长针，那就钩针绕线，从这个洞里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然后下一个洞里呢，我们要勾这个拐角的地方了，就是我们这个拐角的地方。这个拐角的勾法呢是3个长针，3个辫针，再勾3个长针。那先勾长针，长针还是一样，钩针绕线，到这个洞里头，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这是一个长针，再勾2个长针。
然后钩3个辫子针，然后还在这个洞里头，不要往前挪，还是同样这个洞里头再钩3个长针。看，它就形成了一个我们的拐角。那接下来呢，在下面这个洞里头再钩3个长针，中间的花瓣不要管它，直接在下一个洞里钩3个长针。下一个洞里再钩3个长针，那再下一个洞里呢，就又是要钩拐角了。那拐角呢，就是3个长针加3个辫子针，再钩3个长针。这3个长针钩完，我钩3个辫子针。然后还是同样这个洞里头再给它钩3个长针，然后呢，接下来2个洞里头各钩3个长针，然后就又是拐角了，就是我们隔上2个这个3个长针的洞，然后在下一个洞里呢就拐角，拐角就是3个长针，3个辫子针，再钩3个长针。那我先钩3个长针，然后现在钩3个辫子针，然后再钩3个长针。然后呢，在接下来的2个洞里各钩3个长针，然后呢，我们应该还剩2个洞，在下一个洞里呢又是拐角，那就是3个长针，3个辫子针，再加3个长针。然后最后剩下这个洞里头钩3个长针。然后呢，我们跟开头第1针用引拔针给它勾在一起。那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线头剪断了。然后呢，钩针勾住剪断的线头，穿过钩针上这个环。那这样一个祖母方格就勾完了。那接下来呢，你就重复我们钩这个祖母方格，一直勾到这个祖母方格呢连起来是你需要的长度。那等把祖母方格这步勾完，我再回来讲我们接下来怎么做。祖母方格全部都勾好之后呢，那就是把它们缝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的结构是这样的，这是正面，这是背面，腰上呢是一圈祖母方格，然后胸前还有这么一条。那我的尺寸呢，腰上一圈就是前后各5个，总共是10个，然后前面呢是3个。你可以根据你需要的腰围还有衣长来决定总共需要有多少个祖母方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它这样子缝在一起，就是腰上缝一圈相当于你的腰围，然后前面再缝这么一个竖条相当于你的衣长。缝的话呢，也没有什么方法，就是用之前这个准备好缝毛线的针，然后把它们来回穿在一起就可以了。那先找到拐角上的第1针，就是拐角的地方不是都勾了3个辫子针吗？就3个辫子中的第2个辫子针，然后把它们系在一起。然后呢，就针来回穿，就像我们平常缝衣服一样，把2边缝在一起就可以了。
缝到最后一针之后呢，我们在最后一针的地方来回多穿几次，防止它从这些地方脱开。然后剩下多余的线头可以给它藏在已经勾过的这些地方里边。露出来的部分就可以给它剪掉了。那就这样把我们这些祖母方格一个一个全给它连起来，连成我们需要的这样子，下面一个环，还有前面一条。那这一步做完，我再回来说我们剩下这两边怎么勾。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祖母方格缝在一起了。我本身以为这个下摆的一圈呢，我需要10个祖母方格，但结果我缝好之后比了一下，发现9个祖母方格就够了。所以呢，我缝的时候呢，我就在正中间这一个上面缝了我中间的3个，然后两边呢我各这样子，两边各有4个祖母方格。那如果你下面这个是双数呢，那你不是没有正中间这一个吗？那你可以把双数先给它分成2半。我们把，比如说我要勾，如果是10个的话，那我就5个放在前面，5个放在后面。你在前面的正中这样子往上缝这个，最后呢，你可以再把它们从侧面这样子前后片缝起来。然后像我这样子单数的话呢，我就直接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梯形。然后呢，我之后要把这2片要勾的是这2片，这2片勾完呢，我就把这2边缝起来。所以这个单数的话呢，那最后只是后边背后正中有一个接缝。如果下面是双数的话，那是在两侧有2个接缝。那现在呢，我们来勾侧面这一片。那现在要勾这个祖母方格以外的部分，因为我勾的是这个单数下摆的祖母方格，所以我要勾的侧面呢是一个这样子的形状。那其实把它拆分一下呢，就是一个长方形，然后加上半个梯形。如果你下面是双数的话呢，那后背也是一个长方形，就跟我下面这个完全是一样的勾法。然后上面呢，你也可以给它拆一下，就是这儿是一个长方形，跟这部分是一样的勾法。然后上面呢也是半个梯形，那跟这边又是一样的勾法。所以我这里讲方法呢，具体你是要勾这一款还是这一款，你根据自己需要来定。那我们现在呢，先开始起头。起头的呢是从我们这个下摆开始。如果你是勾这一款的话，那你要勾的呢就是这个的长度。如果你要勾后片，那就是后片整个长度。如果你要勾这一款呢，也是从这儿到这儿的长度。这你根据具体的需求来，你可以数一下，就是你下面这个祖母方格上面有多少针，来确定你起的针数。也可以呢，就是你勾完之后，从这边到这边跟它比一下，只要长度一样就可以。那我现在来讲我们这部分的勾法。首先来起头，右手握住线头，左手3根手指，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压住前面这节毛线，然后把压在下面的毛线拉过来，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把穿回来的部分抽出来，钩针穿过来拉紧，那头就起好了。现在呢，我们要开始勾辫子针。辫子针呢，就是钩针勾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儿，这就是一个辫子针。钩针勾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儿，2个辫子针。就这样，我们这个辫子针呢，勾到你需要的长度，就是我之前说的，你要缝带的，不管是这一块还是这一部分，还是这一部分，那勾到你需要的长度，我再回来。这辫子针勾完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勾这个长方形的部分呢，就是每行都勾中长针。那方法呢，我们先看钩针上这块永远都不算1针，钩针下来这2条线组成像 V 字一样的形状，这是我们的第1针。我们跳过第1针，从第2针开始每针勾中长针。中长针勾法是钩针绕线，我们从 V 字这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勾回来。钩针上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这就是我们的第1个中长针。新手还是建议我们每一行开头第1针都用别针给它标记出来。然后下一针也是一样，钩针绕线，我们从下一针 V 字这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勾回来。钩针上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下一针还是一样，钩针绕线，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就这样，我们每针一个中长针，把这一行勾完。
行钩完，现在我们来钩第2行。那接下来呢，一直到梯形部分之前，我们全部都是重复第2行。开头先钩一个辫子针，然后把它转过来。刚钩的这个辫子针不要管它，我们直接来到前一行的第1针，从第1针开始往回钩中长针。那钩针绕线，然后从第1针的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针有3个环，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新手还是建议把每行的第1针标记出来，我就不标记了。那现在也是一样，钩针绕线，我们到第2针，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全部3个环，就这样我们是给它钩到头，就是钩到我们标记过这一针，把标记取掉，在这一针钩一个中长针，然后就重复，那就到下一行就是开头一个辫子针，然后转过来，然后每行钩一个中长针，这样子钩。那这部分要钩的呢，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长方形，包括你的后片，包括如果你是双数的前片下面这个长方形。那我们这部分呢，就是取决于你希望，这是取决于你1长多长。那我大概是要钩到就是第2个祖母方格可能不到点1半的位置这个高度。那这个长方形钩完，我再回来。我这长方形的部分钩完，然后线头我也已经剪断了。那我钩的长度呢，大概就是第2个祖母方格稍微不到点1半的长度。那我钩了15行总共，你不需要跟我一样，只是给你尺寸的参考。那接下来我要做的呢，就是找到我这个梯形开始的点，就是我要找到这个点在哪儿。那这个点呢，因为我希望我的前后片是一样宽的，所以呢，它应该是等于我这个下面这个祖母方格1/4的长度。那我把祖母方格这样子都朝正中间对齐，然后呢，把它也跟着祖母方格这样子叠过来，那就应该是这个地方。那我拿别针把这一针标记一下。那这个点呢，就是我要开始钩梯形往回这样子钩的地方。那现在呢，我再拿这个线给它重新起一个头。起头的方法还是一样的，右手握住线头，左手3根手指，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压住前面这些毛线，压在下面部分拉过来，拉过以后从下面穿回来，穿回来的毛线拉出来，钩针穿过来抽紧，那头就起好了。然后呢，我要从这个点开始这样子往回钩，那我把它转过来。现在标记过这一针呢，钩一个引拔针，那我把标记先取掉，钩针穿过去。我把镜头调近一点吧。那我们从这一针钩针穿过来以后，我要钩一个引拔针，那就是钩针钩住毛线，穿回来的同时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儿，那它就连在一起了。然后呢，我现在这一针钩一个中长针，钩针绕线，同样一针的位置穿过去，把线钩回来，然后钩一个中长针。那接下来呢，就是每针一个中长针给它钩过去，同时我们可以把之前留的线头钩在里面，这样的话美观一点。那中长针我们之前钩过无数遍了，不多说了，就这样给它钩到头。这面钩回来之后，那还是一个辫子针转过来，然后每针一个中长针，这样子往回钩，然后一直钩到我们这部分还剩2个中长针的时候，我们停下来。我们还剩最后2个中长针的时候呢，要钩一个减针。那钩针绕线，从下一针穿过去，把线钩回来，然后直接再到下一针的位置，钩针穿过去，把线钩回来，然后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全部4个环儿。那就这样，你看我们下面钩过2针，上面只钩出了新的1针，就等于把2针剪成了1针。那下一行呢，我们开头先钩一个辫子针，然后转过来，转完之后注意呢，我们第1针不钩，直接从第2针开始，每针钩一个中长针。那第1针不钩，这是我们之前辫子针，这是第1针，这都不要钩哦，直接到第2针开始，这样子往回钩中长针，给它钩到头。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重复刚才的这2行，就是我们从直的这一边往回翻的时候，在最后2个中长针的底儿上钩一个减针，就是把2针勾在一起。然后到下一行，就是从斜的这边往回钩的时候，那我们就钩一个辫子针转过来，然后第1针不钩，从第2针开始往回钩中长针。那就这样子重复这2行往下钩，一直到我们的这个梯形部分跟我们的这个祖母方格的上缘对齐。那这部分钩完呢，就是不管你是钩这个还是这个，我们都要对称的再钩一模一样的另外一片。那这2片钩完，我再回来。这2片钩完呢，我都在它们头上留了这样子很长的线头，用来把它们跟祖母方格缝在一起。那接下来呢，就是把之前缝好的这个祖母方格跟它这样子对齐，然后这样子给它们缝起来。如果你做的是这种下面双数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把这部分缝起来，把这部分缝起来。然后呢，像我这种单数的，我最后会把后中线给它们缝起来。那你是双数的话呢，你就是把2个侧面缝起来。那缝的时候呢，就跟我们之前缝祖母方格一样，只要把2边对齐，把线来回穿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部分。反正就这样呢，一直来回缝，给它们缝在一起。等的这个都缝在一起了，我再回来。这个都缝在一起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要沿它的上缘整个给它钩一圈短针。首先呢，还是起个头，然后呢，我们随便找任意一针的位置，就比如说从这个角吧，我给它把钩针塞进去，然后钩一个引拔针。还是钩针勾出线，穿过钩针之前这个环儿，然后呢，在同一针的位置我们钩一个短针，就是钩针从这1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钩针有2个环儿，勾住线穿过2个环儿，这就是一个短针。如果你是钩都是这种像前一行都是 V 字的，那就很简单了，就在 V 字2条线下面钩短针。那像这种拐角的地方，它是没有这种 V 字的针的，那你就只能是眼睛看一下。大概找一个地方把钩针塞进去，钩短针就行。因为毛线这种东西它是有弹性的，所以你不需要非常的准确。那就这样子，我们在整个这个衣服的上缘给它钩一圈短针。1圈短针钩回来之后呢，跟第1针用引拔针钩在一起。然后呢，线头就可以剪断了。那勾住线头，穿过钩针上的环儿。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钩上面的肩带了。现在来钩肩带，那肩带呢还是同样的起一个头，然后我们找到这边拐角的地方，那钩针先钩一个引拔针，引拔针也是钩过好多遍了，那就不多讲了。然后呢，我们就钩辫子针。这个辫子针呢，一直钩到你需要的这个肩带的长度，然后我们跟后面，你可以试一下，看你希望这个肩带在后面是宽一点还是窄一点，然后跟后面再用引拔针钩在一起。那把这部分辫子针我们先钩完。这个肩带跟后面钩在一起之后，那就可以把线剪断了。然后同样的方法呢，我们在这边再钩一条肩带。那这2个肩带钩完，最后来讲衣服下面的花边怎么钩。这2条肩带钩好呢，那我们现在来钩下缘这个花边。我先把它颠倒的转过来，然后呢，我们还是起个头，方法跟之前一样，就不专门讲了。然后呢，我们随便找一针的位置，给它钩一个引拔针，跟主体钩在一起。那引拔针还是钩针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回来同时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儿。然后同一针的位置再钩一个短针，那还是钩针同一针过去，把线钩回来，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儿。这就跟我们衣服上缘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在这一圈整个钩一圈短针，然后我们希望这个最后完成的针数呢是4的倍数。那如果你不是4的倍数呢，我们就在中间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该钩1针，那我同一针的位置放2针，或者是我们跳过1针直接钩下一针。
反正让最后完成的针数是4的倍数就可以。那我们这样先钩一行短针，这一圈短针钩回来呢，我们跟第一针用引拔针钩在一起。然后呢，我们还要再钩一行短针，那还是一样的，钩一个辫子针，然后从第一针开始，我们每针钩一个短针，把这一行钩完。第2行短针钩完，我已经用引拔针跟第一针钩在一起了。那接下来呢，先钩一个辫子针，然后在第一针的位置我们再钩一个短针，然后呢，第2针我们钩一个短针，第3针再钩一个短针。那到第4针呢，我们先钩一个短针，我们先钩一个短针，然后钩4个辫子针。我们看哈，这是我们的4个辫子针，1、2、3、4，再往下这是我们这个短针。然后这个短针这面呢有这样2条线在起的，它的侧面，我们把钩针从这个侧面这2条线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勾住勾回来这节线，再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就是等于在这个地方勾了一个引拔针，就勾了一个这样子的小圆球。然后接下来的3针呢，再各钩一个短针，1、2、3。第4针呢，还是先钩一个短针，然后我们还要再钩一个这样子的小圆球。那方法呢，还是钩4个辫子针，1、2、3、4。然后我们回到最开始这个短针来，这个短针我们看它侧面有这样的2条线，钩针从这2条线穿过去，在这地方要钩引拔针，我们勾住线，勾回来，然后再穿过钩针上之前的这个花。重来一下。我们先在第4针钩一个短针，然后钩4个辫子针，然后回到我们开头这个短针这个地方，把钩针穿过去，然后把线勾过来，再勾住这节线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儿，然后接下来的3针呢，再各钩一个短针。然后第4针呢，还是先钩一个短针，然后钩4个辫子针，然后在最开始这个短针侧面这2条线，把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勾住勾回来这条线，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儿。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样子重复，就是3个辫子针，3个短针，然后第4针上头呢，先钩一个短针，然后钩一个这样子的小球球。那就这样把我们下面这一圈钩完，然后最后呢，用引拔针跟第1针钩在一起。那下面这个花边钩完，我们今天这件上衣也就钩完了。